在6位海军大将的心目中，香克斯的实力真的比白胡子更强吗？为了将路飞的脑袋留在马林饭多，赤犬甚至要干掉身为海军的科比。就在岩浆拳头砸下科比脑袋的那一刻，香克斯用格里芬挡住了赤犬的攻击。见到对方是海上皇帝之一的红发，赤犬也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愣在原地不敢动弹，因为他很清楚红发香克斯的实力，但凡自己敢继续攻击，脑袋铁定会被格里芬砍掉。青雉完全没有理会所谓的面子过失，甩出一招冰河时代追击路飞，差点冻住红星海贼团的潜水艇，有阻止海军出动追捕路飞的嫌疑。敢当众不给香克斯的面子，青雉的结局也很悲惨，与赤犬争夺海军元帅被打断一条腿，去黑胡子身边当卧底，也很可能会丢掉性命。见到青雉将整个海面冰封起来，立马释放大招8尺琼勾玉，将所有冰块打碎，每一束光粒子都擦着潜水艇边划过，因此黄猿的大招又名8尺摇边玉。随后黄猿告诉众人，不要再继续追击路飞，如果在2位大将的攻击下深海，只能说路飞和罗等人的运气太好了。对海军上司有了交代，也给了香克斯一个面子。不过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香克斯表明乌塔是自己的家人，黄猿依旧主动攻击，企图将乌塔干掉。香克斯挡住8尺琼勾玉后，将格里芬架在黄猿脖子上，吓得这位海军大将只能举起双手认怂。在香克斯赶走黑胡子海贼团后，让在场的所有人给个面子，他要带走艾斯和白胡子的遗体。前海军大将战国很清楚香克斯的强大，宁可自己承担责任，不顾海军众人的反对，立马表示同意。当时的战国也很清楚，海军对抗白胡子时战力削弱，一旦与4皇红发爆发冲突，整个海军都可能会被灭掉。赤犬当上元帅之后，招募到藤虎和绿牛2位大将，为了抓捕能召唤歌之魔王的歌姬乌塔，藤虎当着红发团全员的面就要拔刀战斗。彻底愤怒的香克斯释放超强的霸王色霸气，见到众多海军中将被震晕后倒地不起，藤虎也只能乖乖收起佩刀放弃战斗。已经见识到香克斯的强大，继续战斗就是白送了。和之国大战完结7天后，赤犬派大将绿牛去善后，解决掉百兽海贼团的残兵败将之后，绿牛还想取下路飞的脑袋回去找赤犬邀功。在对战赤鞘武士与大和的时候，香克斯从和之国近海释放超强的霸王色，麻痹大将绿牛的身体，让其放弃战斗乖乖离开，连4皇的面都没见到就被吓得逃走。是被称为怪物的绿牛实力太弱，还是拥有最强霸气的香克斯战力太强呢？战力能抗衡4皇大妈的4个老太婆，有人让黑胡子感到畏惧逃离九蛇岛，有人与大将绿牛交战也能全身而退。第一位贺婆婆，职位是中将，还是海军大参谋。贺婆婆也是罗杰时代的人，整天与卡普和战国混在一起，虽然没有展示过全部的战斗力，实力应该也属于最顶尖级别。她的习习果实有一个堪称半的技能，可以让坏人的心灵得到净化，拥有霸王色和果实觉醒的明哥，每次见到贺婆婆都是第一时间逃走。即便贺婆婆达不到4皇级别，也应该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。第2位是雷利的女伴夏琪，上一任9蛇海贼团的船长，目前还没有关于夏琪的战斗场景，她的实力强弱也没有准确判断。当年雷利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卡普评价雷利时透露出夏琪的战斗力，卡普认为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即便是海军中的老将也不能完胜他。当时大将黄猿前往香波地群岛抓路飞，可见夏琪打黄猿也有一战之力。第3位是 Miss 巴金，曾经的洛克斯成员，也是白胡子的女朋友。神之谷大战爆发的时候，巴金就趴在白胡子的肩膀上，显得非常恩爱，而且她还是一位顶级大美女。CP 林斯图西就是巴金年轻时的模样，不过 Miss 巴金变老后也变丑了，而且还是一个追求财宝的老太婆。去抢夺白胡子的遗物时，她和白二世与大将绿牛爆发过战斗。事后我们知道白二世被绿牛抓走， Miss 巴金却没有受一点伤，可见 Miss 巴金的实力并不弱，从绿牛手下逃走应该有准大将级别吧。第4位是古罗利欧萨，也就是女儿岛出现的杂婆婆。不要看她是一个丑老太婆，年轻的时候不仅漂亮，实力也很强。杂婆婆也是洛克斯的成员之一，还当过9蛇海贼团的船长。要知道在女儿国有一个铁则，只有最强的人才有资格做一国之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带着2个小弟去抢夺甜甜果实，抓住汉库克的脖梗却不敢下手，听从雷利的建议后乖乖离开。黑胡子之所以放弃甜甜果实，除了雷利还忌惮夏琪与杂婆婆。虽然这3个人的年纪大了，但实力却很强，黑胡子不走必定会战败。多拉格的往事全部公开，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，路飞的母亲也要登场了吗？作为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，多拉格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。恶魔果实能力没有公开，悬赏金有没有50亿贝利也不清楚。不过从漫画1097话中，我们可以得知很多关于他的往事。多拉格与路飞不同，很听老爸卡普的话，早早就成为一名海军。曾经有海米推测多拉格是海军，万万没想到多年后居然成真了。海军中将和大将的代号都是用12生肖的动物加一种颜色命名。多拉格当海军时的称号可能就是苍龙，职位不是大将也是中将级别。从年龄上看，赤犬与龙是同一时期，也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。
当初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，只有赤犬在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小命。尤其是在路飞释放霸王色之后，赤犬干掉路飞的执念更加坚定了。赤犬如此嫉恨路飞，很可能是被龙暴揍过，担心路飞成长为龙一样的强者。不过多拉格发现海军坚持的正义与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并不相同，于是果断辞职加入义勇军。24年前罗杰处刑时，他也在现场观看。22年前奥哈拉被摧毁后，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，邀请贝加庞克当伙伴，遭到拒绝后，他告诉贝加庞克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。几年后，多拉格与伊万科夫相遇，加上暴君熊和金妮组建了革命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多拉格遇到自己相爱的人，并生下路飞交给卡普看管。后来多拉格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。12年前回到故乡东海的戈亚王国，救下被天龙人炮轰的萨博后，将他带到革命军培养成参谋长。2年前多拉格在罗格镇出现，一道闪电从巴基的刀下救走路飞，又挡住斯摩格抓住路飞，让草帽团顺利出航去追寻他们的梦想。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明哥后，革命军的基地被巴沙斯发现，黑胡子联系海军后闯入白土之地，有没有与龙爆发战斗还不清楚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。之后多拉格的剧情可能会多一点，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公开。目前漫画正在讲述暴君熊的回忆，路飞的母亲也应该出场了吧。香克斯有2个弱点被公开，已经算不上最强的四皇，打黑胡子的时候存在重大缺陷。自从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丢掉性命后，香克斯就被认为是最强的四皇。海军也强调过，红发团实力均衡，有铁臂海贼团之称。副船长本贝克曼也拥有四皇级别的战斗力。目前香克斯展示出的技能全部是最顶尖的级别，霸王色缠绕攻击能轻松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，见闻色霸气不仅能预见未来，还拥有让对方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。武装色的强弱还没展示过，应该达到流鹰层级，能从内部攻击。香克斯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闪闪果实的速度也比不过他。佩刀格里芬还不确定是无上大快刀，攻击时能产生很强的火焰。曾经为了让艾斯不去找黑胡子，与白胡子交手也是不分胜负。去顶上战争之前打过凯多，没有受任何伤，将凯多和进逼腿。赤犬的岩浆拳头被挡下后，见到对手是香克斯，也吓出一身冷汗。路飞击败凯多后也成为四皇，还觉醒了幻兽种尼卡果实，与海军大将黄猿交战，虽然能打赢对方，自己也失去了战斗力，可见他的实力不算顶级四皇，战斗力也绝对比不过香克斯。不过香克斯存在2个重大缺陷，会影响到红发海贼团整体实力。第一个就是附属海贼团太弱，不像白胡子海贼团那样都是强者。香克斯去巨人岛的时候也能看到，旗下的海贼团连基德都打不过，还得香克斯本人亲自出手，才能保护住旗下老弱病残的船长们。反观现在的四皇草帽团，旗下的大船团都是有战斗力的强者，以后的战争都是大规模的较量，附属海贼团必须参与到其中。红发团的干部们都有很强的实力，打赢对方的核心成员不难，但旗下的海贼团必定会惨败，反过来也会影响干部们的战斗。第2个缺陷是太在乎民众的安危，不像黑胡子海贼团那样邪恶。当初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民众在乌塔歌声的影响下无差别攻击，保护民众的大将黄猿都没忍住，居然打算出手攻击普通人，还是本贝克曼出手，让黄猿乖乖举起手，停止对平民的攻击。红发海贼团的所有干部不管受到任何攻击，也都没有还手。如果香克斯与黑胡子爆发战斗，战场上有平民会限制红发团发挥，而且黑胡子海贼团的玄月猎人拥有能模仿任何人的九尾狐果实，如果他变成普通人的模样，说不定能靠着偷袭重创香克斯本人。你知道佩罗娜的生父是谁吗？他与索隆的关系不只有爱情。佩罗娜在恐怖3维帆船初次登场，身份是莫利亚海贼团的3怪人之一，扎着粉色双马尾辫，头戴皇冠，妥妥的可爱萝莉。那时的霸气设定还不完善，佩罗娜的幽灵果实简直就是 bug， 制造出来的消极幽灵简直无敌，把草帽团的3大主力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不是碰到更加消极的乌索普，路飞的脑袋铁定会被莫利亚拿走。后来暴君熊来到恐怖3维帆船，向莫利亚传达黑胡子当七武海的消息。刚刚见到佩罗娜就问了一句，你最想去旅游的地方是哪里？佩罗娜很认真的想了半天，然后一脸期待的把目的地说了出来，结果就被大熊一巴掌拍飞，来到世界最强剑豪鹰眼的驻地克拉伊喀奈岛。后来索隆在香波地群岛被黄猿玩虐，也被大熊拍到鹰眼的驻地，见到曾经的敌人。佩罗娜不计前嫌，给索隆进行了紧急治疗，守在昏迷的索隆身边，一整夜没有睡觉，那应该就是爱情了吧。后来鹰眼回到克拉伊喀奈岛，把路飞失去兄长的事情告知索隆，为了变得更加强大，索隆主动下跪拜师，祈求对方传授自己剑术。佩罗娜就这样陪着2大剑豪，在克拉伊喀奈岛度过了2年的美好时光。护送索隆从香波地群岛重新起航后，佩罗娜与鹰眼过起了2人世界。鹰眼放下黑刀叶，拿起菜刀当厨师，佩罗娜负责制作下午茶的点心。就在世界会议期间，佩罗娜从报纸上得知莫利亚还活着的消息，
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佩罗纳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，一直把他当作父亲。于是佩罗纳决定从鹰眼身边离开，去黑胡子的地盘蜂巢岛寻找莫利亚。后来卡普带着 Sword 去蜂巢岛救科比，一拳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，为了救科比却遭到溪流的暗算重伤，最终被青雉等人击败后下落不明。有不少海米推测，卡普并没有丧命，很可能被莫利亚和佩罗纳救走了，就像当年多弗朗明哥铲除莫利亚一样，莫名其妙的从眼前消失。佩罗纳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，我们只知道他是莫利亚捡来的孤儿。回顾莫利亚的往事，曾经去和之国挑战凯多，战败后所有同伴被杀，盗走龙马的尸体和黑刀秋水，来到恐怖三维帆船用僵尸组建海贼团。当时的和之国民不聊生，佩罗纳很有可能是莫利亚在那时捡到的。索隆流淌着双月家族的血液，难道他与佩罗纳还有一些关系吗？白胡子一生经历过3次惨痛失败，30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，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，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新人都想取下他的首级来证明自己，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剑豪鹰眼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。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，也经历过3次战败，留下了一身的伤疤。第一次是败给罗杰，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，战斗力相差也不大。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遇，双方爆发3天3夜的大规模战斗，最终2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，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。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，从世人的说法来看，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。第2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青雉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，黄猿的8尺琼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，还是赤犬比较聪明，使用诡计策反大倭蜘蛛，一剑贯穿白胡子的胸膛。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，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，胸口也被赤犬打伤。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，白胡子彻底暴走，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，随后与赤犬交战，不仅胡子被打掉，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。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，自己也耗尽了体力。之后与黑胡子战斗，面对暗暗果实的逆天技能，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，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点，才用无上大快刀从云切将其砍倒在地。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，没能使出最后一击将黑胡子看住。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，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终结。白胡子的第3次战败是在38年前，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。为了做世界的王，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，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打得节节败退。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，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击败。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，洛克斯之所以战败，是他们爆发了内讧。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，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林胜。当时的加林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，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。几十年后，白胡子见到香克斯，直接来了一句看到你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胡子与加林胜有过交手，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1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。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2颗是毒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3颗是石狮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石狮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石狮果实是自然系，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4颗是岛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
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四皇。暴君雄的战斗力再次得到提升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战斗力妥妥的能超越海军大将。在所有七武海之中，暴君雄对恶魔果实的开发最完美，将一颗看似卖萌的超人系果实开发出不输自然系的破坏力，而且还具备不输闪闪果实的移动速度，以及让人瞬间恢复的治疗能力。别看暴君雄只有2亿9600万的赏金，战斗力绝对不输任何四皇出手。当年奉命去恐怖3滚帆船找莫利亚，传达黑胡子成为七武海的消息，调侃莫利亚会被草帽一伙击败，气得莫利亚咬牙切齿，却不敢还手战斗。而且莫利亚也强调很清楚暴君雄的能力，也是认定战斗力不如对方。后来奉命剿灭草帽一伙，打得索隆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用自己的命救路飞。元帅战国得知暴君雄让草帽团逃走，立马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不敢相信凭借暴君雄的战斗力，居然没能干掉草帽团中的任何一人。得知黄猿在香波地群岛对战草帽团，暴君雄主动介入黄猿与雷利的战斗，可见在暴君雄看来，即便对手是雷利和大将，也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他们。当黄猿让他给一个交代的时候，暴君雄完全没给面子，直接对了黄猿一顿。身为海军大将的黄猿居然没敢动手，也表明出他不具备击败暴君雄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，暴君雄的表现并不多，只是用一招雄之冲击将巨人奥兹击败。与老同事伊万科夫的战斗也很短暂，从场面上看战斗力不在小伊万以下。世界会议期间，暴君雄失去所有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被萨博和3位军队长成功救活。不过他并没有留在革命军的基地，而是一个人重新回到圣地玛丽桥南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选择亲自出马，直接来了一招明跑，将暴君雄打成重伤。随后赤犬评价大雄是非常危险的野兽，可见他也非常认可暴君雄的实力。在最新的海贼王漫画1095话中，暴君雄的回忆中有38年前神之谷大战的场景，那时的大雄还是个孩子，因为来自于巴卡尼亚一族，拥有巨人族的血液，被天龙人抓捕作为强悍的奴隶，参加每3年才会举办一次的人类狩猎游戏。年轻的神之骑士团司令官加林胜也在，天龙人希望他能成为最终的冠军，却遇到了洛克斯海贼团的攻击。加林胜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非常优异，就在那时暴君雄遇到了伊万可夫，趁着神之谷的混乱之际逃走了。当时萨坦胜得知此事后，强调不应该让强大的巴卡尼亚人逃走。直到现在，萨坦胜去了弹头岛，依旧对波尼提起巴卡尼亚一族的强大基因，可见在他看来，巴卡尼亚的强大力量对于天龙人来说也是潜在威胁。暴君雄至今还没有展示巴卡尼亚一族的特点，结合上开发到几乎完美的肉球果实，真正的战斗力很可能会接近四皇。也难怪当年黄猿不敢与之战斗。赤犬能与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，青雉也能让黑胡子不敢动手战斗，黄猿为何会被武当路飞一拳爆头？是妮卡太强还是黄猿太弱呢？从4个方面能得到答案。第一是黄猿坚持模棱两可的正义，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认真。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团灭超新星，却没有将任何一人抓捕去监狱。后来对付草帽团一伙，黄猿也没有下杀手，踩着索隆练习高抬腿，直到冥王雷利出现，一拖鞋踹飞自己的光速踢，让草帽一伙逃生。在弹头岛遇到草帽团，黄猿依旧没有认真战斗，才导致对战路飞时完败。第二个原因是黄猿在执行任务，首要目标是将贝加庞克抹除，在与路飞战斗的同时，还要分心去找贝加庞克，导致没有用全力。黄猿虽然是和赤犬齐名的海军大将，至今也没有展示过超强的实力。顶上战争面对红发团的黄副本贝克曼，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。现在与真正的四皇路飞战斗，黄猿处于分心状态，被爆头也理所当然。第三个原因就像前大将泽法说的那样，黄猿太过依赖恶魔果实，面对弱者有绝对碾压的实力，对战顶级强者时就显得非常吃力。当年在马林范多攻击白胡子，八尺琼勾玉被马尔科用身体挡住，不仅没有对小马哥造成任何伤害，自己还被对方一脚踹飞。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黄猿当着红发海贼团的面攻击乌塔，光速移动也被香克斯的瞬间移动压制，担心脑袋落地乖乖举手投降。对战路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，闪闪果实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不管黄猿使用什么样的招式，都能被路飞天马行空的招式化解。黄猿太依赖果实，导致霸气修炼不强，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。凯多老师就曾说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不管是罗杰还是白胡子，在对待强者的时候，都会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黄猿连霸王色霸气都没有展示过，显然打不过掌握觉醒和霸缠的路飞。第四个原因就像海米一直讨论的那样，黄猿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，虽然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，但从黄猿对待草帽团的战况可以确定，当初在香波地群岛，黄猿能瞬间秒杀超新星，却没有立马干掉索隆。还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黄猿每次攻击路飞都有在救人的嫌疑。最重要的是黄猿吊儿郎当的表情，与变成小老头的路飞一模一样。如果黄猿真是路飞的好舅舅，被武当路飞爆头有是一次演技的提升。黑胡子公开龙的真实战斗力远在四皇之上，也难怪赤犬执意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。自从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救路飞，龙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实力。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
他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伊万科夫是革命军最早的干部，对龙的实力强弱一定非常清楚。看到龙面朝着东海的方向眺望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这就是野兽归巢的本能。”可见在老下属伊万科夫的心目中，龙的强大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。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后，也认同他的强大恢复力是来自龙的基因。卡普对自己儿子的实力也应该很清楚，公开路飞身世的时候却很平淡，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龙是那家伙已经认可大儿子是不得了的强者。听到龙是路飞的老爸后，草帽团除了路飞以外，所有人都非常震惊。山治和娜美一直强调龙的强大，同时还指责路飞居然有如此强悍的老爸。罗宾则告诉路飞，即便是强如4皇，也没有与海军抗衡的战力。但龙率领的革命军敢于挑战世界政府，他们的力量绝对不在4皇团之下。多弗朗明哥一直是地下世界的王，对各方势力的战力都很清楚。他在评价世界格局的时候强调，革命军和4皇一样有抢夺王座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从赤犬对路飞的态度，也能反映出龙是顶级强者。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，所有人都在感叹草帽小子不得了。只有赤犬一个人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与艾斯一样必须在马林范多干掉。可见在赤犬看来，龙的强大和罗杰一样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存活于世。被白胡子暴揍一顿，跌入裂缝之中，差点丧命的赤犬也没有放弃追杀路飞，拖着重伤的身体，面对白胡子海贼团全部对撞，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下。如果不是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来到马林范多，赤犬绝对不会让路飞逃走。黑胡子得到阵阵果实后自称最强，继任白胡子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得知巴沙斯被萨博打成重伤后，无意间发现革命军的大本营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，而是在通知海军之后才敢带人前往白土之地。可见黑胡子也很忌惮龙的实力，即便是手持2颗恶魔果实也未必能获胜。不过龙也有畏惧的强者，得知神之骑士团出动后，也露出了一脸惊慌。现在想想当初赤犬执意干掉路飞，对海军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2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1人。塔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。面对武当状态下的路飞被玩虐，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4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亲自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手掌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。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。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，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。不出意外，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，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，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萨坦圣展示霸王色的最强用法，所谓的物理伤害比霸禅攻击强太多。作为100万分之一的王者资质，霸王色在前期一直被诟病太弱，除了清理一些实力不强的弱者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。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，也只是震晕小兵。不过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，展示出霸王色霸气的最顶尖用法，像武装色霸气一起包裹在物体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巨大伤害。同时凯多也强调，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顶级能力。罗杰和白胡子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两人招式对轰有毁天灭地的效果。英雄卡普被称为最强海兵，一拳霸禅攻击能轻松摧毁一座城镇。夏洛特00一度被认为是最弱4皇，也能用霸禅攻击秒杀飞6包佩吉万。香克斯被誉为霸王色最强的男人，
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路飞在凯多的狼牙棒调教下，也掌握了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随后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路飞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使用尼卡果实觉醒轻松吊打对方。对战海军大将黄猿时，表现的稍微有些吃力，最终还是将黄猿一拳爆头。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，这2场战斗路飞都没有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据说霸王色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能像体术和刀剑一样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尼克号，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震晕小兵，也将白胡子海贼船的船板震裂。鬼岛战争完结后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的近海，察觉到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出手，立马释放霸王色霸气，将其身体麻痹。从震裂船板和吓退绿牛来看，香克斯应该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在海贼王漫画1094话中，五老星之一的萨坦圣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同时周围出现大量的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也是霸王色霸气拥有者。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与萨坦圣对视，脑袋随即爆炸，丢掉性命。目前还不清楚萨坦圣使用的是什么攻击，不过有2种比较合理的推测，一种是他的恶魔果实具有特殊能力，但凡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被攻击；另一种就是萨坦圣拥有超强的霸王色，能造成物理伤害，从敌人内部攻击。从海军下令让准将以下的士兵不能对视萨坦圣，也能证明这种说法。当下黄猿已经被路飞一拳爆头，萨坦圣参战将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。赤犬透露出萨博真正的战斗力不比任何海军大将弱，难怪当年黄猿被他一招火拳打到认怂。自从萨博吃下烧烧果实后，海女们就在争论他有没有超越大将。为了让路飞安心对战多弗朗明哥，萨博一个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。中将巴斯提尤不算弱者，佩刀斩蛟也是名刀，能轻松劈开一栋城堡，主动站出来阻挡萨博，却被虐了一顿。头盔被捏碎，差点丢掉小命。萨博能秒杀巴斯提尤，主要依靠霸气和体术，并不是烧烧果实的能力。对战大将藤虎，从场面上看算5-5开，萨博却表现得有一些吃力，同时强调没有熟练掌握烧烧果实，可见当时他的实力还比不过海军大将。后来与黑胡子的第一船长巴沙斯战斗，萨博对烧烧果实的使用有了提升，将霸气与果实能力结合，开发出招式火焰龙王，将巴沙斯狠狠虐了一顿。这时萨博的赏金也才6亿200万贝利，相比四皇团2把手还有不小的差距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潜入圣地玛丽乔亚，向天龙人宣战。见到暴君熊失去自我意识，成为奴隶，萨博决定必须救走曾经的同伴。在解救暴君熊和天龙人的奴隶时，萨博等人暴露身份，与2位大将交战。巨人茉莉的对手是绿牛，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掌，场面上占据优势。乌鸦与藤虎爆发战斗，事后藤虎的脑袋缠着绷带，应该没打赢乌鸦。萨博并没有参与释放奴隶的战斗，而是偷听寇布拉与伊姆的对话。行踪暴露之后，五老星和伊姆同时开启果实能力，一招将萨博打成重伤。好在有寇布拉舍弃性命的掩护，才让萨博保住性命，从玛丽乔亚逃走。事后萨博被世人称为炎帝，从名气上看很霸气，并不能体现战斗力很强。赤犬得知此事后，指责藤虎和绿牛实力弱，让革命军的队长们逃走。从赤犬愤怒的态度来看，也是认为萨博等人的实力并不比海军大将差。在剧场版黄金城中，萨博为了保证路飞能顺利击败黄金地太佐洛，一个人挡住陆奇率领的10艘军舰。从战局上看，萨博的实力并不比陆奇差。当时的陆奇已经拥有果实觉醒能力，萨博能抗衡他实力绝对有大将级。还有在剧场版狂热行动中，黄猿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路飞等超新星，就在路飞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萨博甩出一记火拳挡住所有光粒子。黄猿见到萨博出手有点忌惮，也不敢再次对超新星们发动攻击。如果萨博拥有1/100,000,000的霸王色，结合烧烧果实，应该有4皇水准吧。土星萨坦圣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，果实觉醒只是标配，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杀手锏。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五老星每次出场的逼格都很高，即便是面对元帅赤犬的挑衅，他们也能非常冷静的轻松应对。五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超越4皇，一直是海女们在争论的话题。直到世界会议期间，5个老头才第一次战斗，对手是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。见到萨博要救走寇布拉的时候，他们和伊姆大人一起发动恶魔果实能力，如果不是寇布拉舍命掩护，萨博的性命肯定会留在圣地玛丽乔亚。土星萨坦圣正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，也是五老星中唯一展示全部能力的人。他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，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妖怪鬼牛，拥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暂且不知，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目前也不清楚。面对波妮的偷袭，居然没有轻松躲开，可见他的战斗力并不是最顶尖水准。萨坦圣的见闻色霸气也特别强，待在军舰上也能感知弹头岛的动向，察觉到贝加庞克修改了和平主义者的命令，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。如果他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，或者拥有见闻杀，妥妥的能达到4皇级别。萨坦圣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，前1秒在军舰上，后1秒就能来到弹头岛。目前只有香克斯展示过瞬间移动能力，速度甚至能超越黄猿的光速。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萨坦圣拥有瞬移能力，注定是一位顶级强者。在漫画1094话中，一位士兵看了萨坦圣的眼睛后，脑袋随即爆炸丧命。
萨坦圣的周围也出现大量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就是霸王色的一种用法。已知的霸王色最强用法就是缠绕攻击，凯多曾强调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。罗杰和白胡子对战用过霸缠攻击，香克斯秒杀基德也使用过霸王色缠绕。据说香克斯还会霸王色的另一种用法，就是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一个人去找白胡子的时候，就曾释放过霸王色霸气阵列传板，结合海军士兵脑袋爆炸后，立马有人下令让准将以下的人不能直视萨坦圣，也能推断出萨坦圣对霸王色的运用已经达到能造成物理伤害的程度。看来凯多对路飞说的没错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目前萨坦圣还没有展示过武装色强弱，也没有表现出恶魔果实具备的特殊能力。弹头岛接下来的战斗情况将会确定吴老星是否具备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